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王啊。经过了几个月的折腾，之前的那一套电源测试平台终于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啊。因为搭建这套东西，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数码 DIY， 过程其实还是挺好玩的啊。所以这一次准备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一套系统啊，分享一下大家说不定用得上的经验啊，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电源评测条件。同时为了让普通的电脑和数码玩家更容易理解那些仪器是干嘛的啊，不至于过于抽象和枯燥啊，这一次我也会同步评测一下 ROG 玩家国度最新款的旗舰级别电源 ROG Thor 雷神2代1000瓦白金牌电源啊，当然它毕竟是旗舰级产品啊，性能肯定是非常的强，所以与其说是评测电源啊，倒不如说是做一个参考基准啊，评测一下我的评测环境啊。那么从哪里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我搭的这一套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去折腾它吧？大家都知道，评测一款 PC 电源啊，实际上就是测试它的各种电性性能啊，这其中要用到比较多的测试仪器，还要互相配合才行。然后功能越多、越专业的仪器啊，按钮就越多啊，操作起来也越麻烦。再加上我们还要在不同的状态下对电源进行测试啊，比如要在不同百分比的负载下测量电压、文波等等啊，每切换一次状态就要对这一对仪器进行调整，要按一大堆的按键啊，拧一大堆的旋钮。如果你想从模拟200瓦功耗的电脑切换成模拟500瓦功耗的电脑啊，就要计算清楚主板供电线要带多大功率啊 ，CPU 供电线啊要带多大功率，显卡供电线要带多大功率，然后通过调整每一个电子负载模组来实现这个效果。我现在用的这一套电子负载有8个模组，切换完状态之后，你又要把数据抄下来啊，比如每一条输入线路的电压和文波啊，总的输入功率等等啊，完整一轮测试下来，不光费时间和枯燥，而且人手操作很容易出错啊，测完发现哪里不对，又要重新来一次。那么有没有简单、方便、快捷、准确的评测方法呢？啊，是有的啊。除了花大价钱请一位电气工程师回来专门帮我操作这一堆东西之外，还可以用电脑来控制这些仪器，把测试的流程写成代码啊，让电脑帮我们一项一项去执行啊。这样完整的一套可以自动完成评测项目的设备啊，在生产行业内叫做 ATE Automatic Test Equipment 啊，自动化测试设备。在电源这一块的最知名的 ATE 方案厂家啊，就是 Chroma 之茂了啊。他们家的 Chroma 8000 ATE 在行业内被广泛的采用。我参观过的几个电源厂的产线啊，都是用它做出厂检测的啊。设置好之后，连大妈都会用，接上线，点一点鼠标就行。Intel 官方的电源实验室也是用了它啊。另外，极电魔方网站的运营者啊 ，B 站 ID 为大魔王 FCP 的这一位评测大佬啊，也是用的 Chroma 8000做电源评测的。大厂出品的东西自然是非常的靠谱啊，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那就是一整套下来要好几十万，我自然是没有这个钱买的啊，二手的也买不起啊。之前在用的测试平台它只是麻烦啊，并不是不能用啊。不过刚好之前帮我设计和制作了电源评测支具啊，也就是将电源连接上各种仪器的那块板子的朋友啊，在研究制作下一代支具的事情。啊，顺带一提，这位朋友的 B 站 ID 是 D3啊，他是一位对电源很感兴趣的通信基站维修工程师。又刚好我之前在选择仪器的时候呢，啊，基本上都选择了带有通讯接口的啊，可以使用电脑进行控制。再刚好我是会编程的啊，之前还写过还算挺复杂的动画编辑器啊，所以就想着趁这次支具升级调整啊，顺便写一个简单的软件啊，控制着这套仪器自动的逐个项目帮我把评测跑完。至少最初我确实就只想了这么多啊，实际搞起来之后嘛，啊就想着干脆把之前手动测试没法测的项目也给它加上啊，然后就发现有的仪器呢啊性能达不到要求啊，又有的呢远程控制起来不太方便，就逐步新增啊以及更换了那么几台设备啊，最后为了方便放置还装到了机柜里面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3000预算进卡巴的故事。在开始介绍我最终选用了哪一些设备之前啊，先来介绍一下这次视频的另外一个主角啊，方便用它来举例讲解后续的技术概念啥的。ROG Thor 雷神2代1000瓦电源是一款 AT Plus 白金认证、全日系电容加10年保修的高端电源。它在初代 ROG 雷神电源的基础上，对外观、品质、静音、接口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改进升级。ROG 雷神2代的外壳从初代的纯黑风格换成了银色铝合金拉丝顶盖加镜面侧板，从之前的科幻设计变成了简约大气的风格啊。当然，支持 OverSync 神光同步的 RGB 灯是不能少的啊，这个是性能的核心来源。而且 Thor 雷神 logo 的灯啊比上一代还大了。
侧边的 OLED 显示屏依然有保留，可以实时显示出功耗方便你确认电脑的状态当然，这些灯光和屏幕都是要消耗一点电量的，会降低转换效率为了获得 AT Plus 白金认证 ，ROG 雷神2代1000瓦实际上要堆料堆到超过白金转换率才行。不光是外表，电源的内部同样做得非常的赏心悦目，而且全部内容都是选用了105度日系的记得初代因为过于靠谱，在矿潮时期还被矿老板疯抢。雷神系列的电源都配备了尺寸巨大的 ROG 散热模组，可以提高元件的散热表现降低风扇转速，也就是降低噪音。雷神2代采用了新款的轴流风扇能够提供更好的气流，风扇的轴承还是双滚珠的，有着更高的使用寿命。再加上各种堆料降低元件发热，让雷神2代1000瓦通过了 Cybernetics Lambda A++ 认证，平均噪音低于15分贝。如果打开背后的零 dB 开关，那么当负载在50%以下时，风扇都会保持停转，确保完全的静音。不光是本体线材方面，他们也是下了功夫的。这款电源的24拼 CPU、显卡等能在机箱正面看到的线材都用了编织线，不用专门去做定制线，也能确保装机效果的美观，并且还送了鱼骨锂线书。更重要的是，雷神2代电源研发的时候有和 ROG 显卡部门进行合作，针对近几年显卡逐渐增高的峰值功耗需求进行了专门的优化并率先提供了给显卡用的12拼供电线材。根据一些小道消息将来在一些高端显卡上会用到这个接口这个操作可以说是占未来了。OK， 回来继续看看测试平台这次的升级，我第一台加购的设备是一台 AC 转 AC。交流转交流的电源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的脱裤子放屁别急这东西肯定是有用我才花钱买它的具体一点说的话，它主要有3个用途。第一个是确保测试对象的供电达到标准要求这种 AC 电源在它将输入的试电在内部交流转、直流转、斜流转、弯流转什么流最后再转回交流输出的过程中就可以清除掉周边其他用电器的干扰确保最后输出的电压足够的稳定，波形的湿润度足够低这样测出来，如果产品表现还是不行就不能赖我的环境有问题了。第二个用途是可以改变电压和频率这个地方主要还是和 AT Plus 认证有关大家都知道 AT Plus 它是一个和电源转换效率相关的认证像我们这次测试的 ROG 雷神2代电源就获得了 AT Plus 白金认证，代表它有着比较高的转换率，比较的省电。但是呢，这里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用电标准不一样所以 AT Plus 标准其实也是分版本的除开和我们无关的工业和冗余电源，主要是115伏和230伏 EU 这2个版本又因为高电压下线路损耗会低一点转换率也就更高。所以，假如同样是AT Plus 金牌230伏版本的转换率要求就比115伏版本要高一点。所以我们要根据测试对象拿到的认证版本来切换电压比如这一次的雷神2代，它就是100到240伏全电压适应的电源，拿的是不带230伏 EU 后缀的原版 AT Plus 认证所以我们就要在115伏下对它进行测试才能测出正确的转换率之前就能看到某一些产品是拿230伏下的转换率去套115伏的标准说能达到什么什么牌的这是不对的。并且为了符合英特尔标准，切换到115伏之后，还要从我们大陆的50赫兹切换成60赫兹简单的变压器是做不到的这需要变频电源才行。最后一个用途是通过电脑来控制供电的输入和断开想要自动测量保持时间，或者是后续计划增加的上电时序都要有这个功能当然，搞一个可控的继电器开关组也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功能算是附送的吧。为了满足前面的需求，我先是买了一台拆机的 Chroma 6120不要问为什么不买全新的问就是新款的价格能买一辆50宏光这台可编程的 AC 电源输出功率为2000 VA可以带动99%的电脑电源了前面提到的功能都可以支持，价格也比较好，本来已经是能解决我的问题了。但是呢，我这台有一点问题把测试对象接上去之后，就发现它开始啸叫了甚至关掉测试对象的输入开关，它还是会响经过一番研究，我发现我这台6120它在空载时输出的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带着一个幅度不小的谐波然后这个谐波和测试对象的 EMI 滤波电路产生了共振就一起嗨起来了。之前我只在贴吧或者是私信里面见人描述过这种情况没想到这次居然直接碰上实力了所以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电脑的电源放着不动甚至关掉输入开关都有啸叫那么可以好好的检查一下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电器产生干扰了。而这台6120要负载加到几百瓦之后，谐波才会低下来。
我拆开来自己折腾着换了输出的滤波电容也没能解决找了多位大佬进行咨询发现可能是这种设计的电源的天生的问题最后经过一番挣扎，我咬牙重新买了一台菊水的 PCR2000LA 这是一台 Hi-Fi 级别的线性电源反正闲鱼上面都是当音响再生电源卖的。根据菊水官方的说明这一个系列产品更多是用在电源实验室或者 EMC 暗室等地方。不用管线性是什么东西反正性能比前面那台开关电源要强不少出来的波形非常的完美就是耗电量也大不少，重量也达到了70公斤但总之哪一款产品测出来表现不行真的不关我的环境的事。另外，虽然它看上去比前面那台6120旧但实际上生产年份要近很多它的下一个迭代版本就是目前在售的最新款一台的价格就能买2辆50宏光，而且性能提升其实不多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买电器不要买白色塑料外壳的。过来是电子负载这个东西呢，虽然原理不同，但是大家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可以调整不同组织的电热丝用来模拟电脑等用电器勾引电源进行输出并且可以把输出功率调整成你想要的任意数值。我之前用的是爱用的 TR9600系列选择它的原因很简单对比起用数码管的入门款模拟控制的电子负载它搭载了 LCD 彩色显示屏带有软件控制系统，操作也是数字的方式，使用起来方便很多。而且它也支持通过 RS232 接口和电脑进行通讯本来直接用它就可以了但是在正式开始搭建新测试平台之前，我去重新看了一轮 Intel 的电源相关手册发现 TR9600的部分性能指标不太够用。电脑这个东西呢，在实际工作的时候，功耗并不是稳定在一条直线上的根据你在运行的软件、工作的内容等等它的功耗可能会发生突然的变动一下子从100瓦功率提升到400-500瓦，甚至是像波浪一样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动态响应测试就是模拟这个变动看电源扛不扛得住。它要求电子负载能在以微秒为单位的时间内给电源突然加上几百瓦负载，或者是突然抽掉几百瓦。我看了过去几个版本的 Intel 电源标准这个动态响应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也不知道是谁的原因并且我听说Intel 明年 Q1 要公布 ATX 3.0 电源标准，它要求电源能够扛住额定功率200%的瞬时峰值功率，也就是说500瓦的电源要能扛住1000瓦的瞬时峰值简直就是 crazy。这大概就是雷神2代电源要和 ROG 自家的显卡部门合作优化的原因了吧。总之，我卖掉了几台原有的电子负载，换成了2台拆机的 Chroma 6304不要问为什么不买全新的问就是新款的一台就能买1辆50宏光。每台6304有4个模组，单个模组能带300瓦负载，合计1200瓦，整一台机器重量超过了30公斤2台6304就可以模拟最大功耗2400瓦的电脑。并且每一个模组的最大电流调整速度是2.5安每微秒是我旧的电子负载的16倍还要多虽然是旧款，但性能还是要比新的入门型号强很多的如果8个模组一起全挂在到12伏线路上，给 PC 电源加负载的话，0到1000瓦起步时间只需要4微秒多一点。不过，虽然单个模组的性能达到要求了还需要折腾时间同步，确保每一个模组变化的时间点是一致的所以虽然过去了1个月动态响应测试很可惜暂时还是没有能加入还在努力中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给这2台电子负载写了一个控制软件成功让这一套测试平台从纯手动挡变成了半自动挡。因为我之前对 Windows 桌面程序的开发不是特别熟悉这也算是一个练手的项目为了方便快速开发，我选择了微软自家的端端环境花了几天的时间把 C 2横2竖的基础语法看完了然后又花了几天时间查着资料把这个软件给写完了。这个软件可以对多个电子负载模组进行统一的管理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开关、设置数值等操作。软件控制和手动操作的效率对比起来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现在鼠标键盘点几下就能完成原本要拧半天的设置简直爽得飞起，我都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想起要写这个软件了。借助这个翼王牌的电子负载控制器，我现在可以用比原来更少的时间测试出更多的数据像这一次评测的雷神2代1000瓦电源电压稳定性我是按照10%负载步进来测量的也增加了25安满载的直路测试。实际测试出来，雷神2代电源电压非常的稳定，从待机到满负载，电压变动只有0.00几伏到0.0几伏这样几乎可以用纹丝不动来形容了性能非常的强悍。
通过这个练手用的电子负载控制器，我掌握了基础的 Windows 桌面程序的开发流程以及通过 .NET 来控制仪器的方法。学过编程的同学应该知道等后面相关的硬件到位了，我只需要再写一个循环就可以实现自动化测量解放生产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玩游戏了。可能有同学会问为什么不用 Chrome 官方的软件或者是 LabVIEW Chrome 它官方倒是有软件，只不过是整套的 ATE 的控制系统二手的加密狗就要5000块钱，而且只能和 Chrome 自家或者是指定的硬件配合工作。而我自己写软件就可以加入别的品牌的便宜的型号的仪器的支持。至于 LabVIEW 看上去是挺方便的但它是一个商业软件，价格还挺贵的自己偷偷用还好后续想分享或者是出售软件都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那么下一个介绍的是万用表这次没有更换设备，还是继续用着之前的5A 半的浦原 DM30581不过为了确保测出来的数值有效，我送去做了校准顺带我还让他帮忙测了一下校准前的误差实测非常的小，虽然买了2年了准度保持还是不错的之前的评测是靠谱的。校准完之后，我又送到了国有的第三方计量检测机构广电计量检测公司做了一次校验确定是符合精确度要求的。前面提到的电子负载也是基于这一台校准过的万用表再配合0.05级的分流电阻手动调的毕竟太重了不方便搬运不用担心我为了偏袒某一款电源而故意调成不准的因为真的要作假的话，直接改 Excel 表格就行了不用每次拆开来折腾这么麻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功率计之前我用的是优利德的 UT19901测量的部分其实还好出厂时也有校准能用直到我尝试将它接上电脑进行远程控制，我发现官方说明书上的命令和实际测试出来的完全不一致联系售后等负责这个设备的技术有空加找资料，花了几个星期才终于确认到正确的通讯命令。别的优利德的设备貌似也有类似问题官方的编程文档做得非常的不友好不知道是不是优利德自己也没想过有人会帮他家的设备写软件呢？反正在那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我已经收到了一台成色非常好的 Chroma 6630这台功率计比我们日常使用的功率操作功能要强很多除了基本的电压、频率、功率、功率因素等之外，还能测出电流谐波、总畸变率、THD 闪烁等等，可以用来对付那些山寨电源等整套平台搞定，我就终于有自信去挑战200元甚至100元以下的电源市场了。别看它有软驱，这款机器其实是到2010年才停产的前2年我还在某电源品牌的研发部门里面见到过还是现役的，仪器的生命周期其实都特别长。不过这台机器的编程文档也是非常难找最后还是靠着 B 站观众中的大佬帮忙找到的但好在命令起码是对的以及 Chroma 把它的校准菜单给锁了只能返厂高价校准要等我有空写一个软件给它暴力破解一下等解决了也会送去做一下计量不过我简单和手上的其他设备对了一下差别很小，可能之前在工厂里面有校准过。通过这台功率计测量电源的输入功率，再和电子负载吃掉的功率对比，就可以计算转换率了。我们这一次的雷神2代1000瓦电源实测是完全达到115伏 AT Plus 白金标准的，满载时的转换率甚至达到了钛金的标准另外230伏下还能再省电一点。电流谐波那种没有 PFC 的山寨电源才会不合格的项目，这里就懒得测了要是雷神2代电源的谐波都能超标，我的王字倒过来写。接下来看一下这一次最后更新的一台仪器是示波器这东西最主要是用来观察电压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的用它可以检查电源的输出是否稳定。原本我用的是一台仕德的DSOX1204G是这个系列的满配置型号，性能是完全够用的只是之前寄快递的时候屏幕外层玻璃被挤爆了而已并不影响使用。然后我发现这台示波器其实还值不少钱，就把屏幕修好卖掉了换来一台国产神机浦原 MSO5072这台机器神在哪里呢？MSO 5000系列5-6000的最低配置版本和2-3万的最高配置版本，硬件是完全一致的只靠软件做区分剩下大家懂的。这台新出厂的示波器我也顺手送去做了计量不用说肯定是能过的。示波器的垂直精度要求本身也比万用表低一些，我也和旧的2台示波器做了对比，测出来的数值还是非常相近的。雷神2代1000瓦这款电源实测输出纹波非常的低MSO 5000系列虽然被人说底噪大，但也就是1毫伏等级而已，测量普通的开关电源的纹波还是没啥问题的。
要注意，这一次的5伏和3.3伏的文波是在25安负载下测出来的，压力比过往的测试是要大的。雷神2代的输出表现确实是顶尖级别的水平了。而如果是按照适德官方发的电源文波测量教程中推荐的做法将示波器开到高分辨率模式的话，直路文波更是低到只有5毫伏左右，这几乎都赶上一些线性电源了。另外 ，MSO 5000还支持了消零功能，也就是可以手动把电压调得更准确不过因为供电输入断开之后电源要等到内部电容存储的电量快用完时，输出电压才开始下降所以电压其实偏一点，对保持时间的测量影响也是不大的。实测雷神2代1000瓦，每条线路的保持时间都能达到20多毫秒高出标准要求很多就突出一个稳字，毕竟是旗舰产品，堆料还是非常之足的。到这里，新测试平台的仪器就齐全了接下来就是把它们组装起来，听上去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把机器往机架上一扔就行了实际上要麻烦很多，主要难搞的地方是在接线上这次用到的设备从输入到输出基本上都是大电流的所以不能直接使用普通的直插线全部线材都要自己手工定制因为后续新制具会更换插头所以现在电子负载都还只是临时延长用着。然后这一次有多台仪器需要连接到电脑，而普通电脑上面肯定是没有这么多 RS232 和 GPIB 接口的所以这一次还使用了一台 GPIB 服务器加一台串口服务器，将这些接口共享到网络上。电脑这边只要接入了局域网，装好驱动之后就可以访问全部的设备了随便抓一台笔记本，甚至不需要插网线，在 WiFi 下都可以跑测试。不过在将仪器连接到串口服务器的时候，也是折腾了一番主要是有一些品牌的 RS232 串口，它的针脚定义不是通用的比如 Chroma 和 Chroma 以及 Chroma总之加上前面的电源线这次光买线材和插头应该都花了有1-2000块钱了。然后还要聊一聊的是测量准确度的问题虽然我们一直在努力测得准一点，但实际上根据测量的方法可能会有多种略有偏差的结果，而且它们可能都是对的。比如测量输入功率的时候，我们选择的电压采样点是在插座上这样电饭锅线的损耗也会被计算进去如果将电压采样点接到电源的输入接口转换率表现肯定是会好一点。但是呢，我的一位工程师朋友说到，配的电源线它也应该被算作产品的一部分，我觉得有一点道理就用了现在的方案，毕竟谁叫你配垃圾电源线呢？我们一直都在尝试将测量方案往更接近实际使用场景的方向上调整另外像转换率这样需要测功率的项目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测准因为测功率就需要测电流，而以目前的技术，除非出特别多钱不然大电流其实不容易测得很精准。目前以我的钱包，转换率只能保守的承诺到正负1%的误差，实际应该会更准一点吧。要知道你家楼下的民用电表，按照国标精度也是在正负2%左右。好在转换率主要是省电不影响安全使用。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这么久评测做下来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准确度的要求并不是那么高因为我们一般对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都是差别对待双重标准的。便宜的高性价比的产品，如果有一些成绩踩在合格线上甚至略超一点点，大家都会说又不是不能用。而高端产品如果有指标不合格，那就是完全不能接受了。而且测得再准，大家都是喜欢看蹦的有节目效果的。看完测试平台之后，我们最后将这台新款的雷神2代1000瓦电源拆开来鉴赏一下。上一次的一代因为结构太复杂，一下子没有找到下手的地方看着用料足够豪华所以偷懒没有拆成这一次总算是把它完全拆散了。实际确实也是我拆过的电源之中结构最复杂、零件最多的了。打开之后可以看到，风扇是来自 Champion 的像开头说的，这是一款采用双滚珠轴承加轴流设计的风扇。华硕家的高端显卡上有使用这个品牌的风扇质量应该不错。然后电源的内部是满满的堆料，散热模组却是特别的巨大为了放下更多的零件，雷神2代电源像现在的高端 iTech 主板一样竖了非常多的 PCB 起来整体看上去还是非常的赏心悦目的。输出模组接口位置还配置了大量的固态电容这应该就是输出文波这么低的原因了电源架构和初代一样是全桥 LLC 加同步整流，性能从刚才的测试也能看到是非常之强悍的。我能看到的芯片都确认到是使用了大品牌的产品毕竟价格在这里。
OK， 那么来到总结时间了啊。首先是 ROG 雷神2代1000瓦白金牌电源，它的总结还是比较好做的啊。除了转换率稍低一点点啊，整体性能都是顶尖水平，内部也是疯狂的堆料，还有附加的功能。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稍贵啊。对于使用高端显卡以及想组装 ROG 全家桶的用户啊，只要预算足够，买就完事了。后续好像还会推出1200瓦和钛金的1600瓦啊，其中1600瓦据说是采用了氮化镓技术啊，非常值得期待。然后是新的测试平台，在有了 DIY 软件的加持之后啊，使用起来真的是方便了很多，但还没有彻底完工。像标题说的那样啊，这次的视频只是上篇，一个是因为光介绍设备啊，视频就足够长了啊，另外一个是部分核心零件还在开发中，还没有能实现点一下开始，电脑就自动把电源从头测到尾，直接出报表，一天测10个电源的伟大理想。一台电源中需要测电压的线路有超过10条，但是万用表只有1台啊，示波器也只有4个通道啊，所以就需要有一个可以由电脑控制的线路切换器。帮忙开发这一个切换器的是一位本身就在测试设备行业的工程师大佬，然后他年底特别忙啊，就放了我的鸽子啊，视频催更啊，等全部东西搞定之后，我们再出一个下篇聊一下，估计要在几个月到半年之后吧啊，到时候 Intel ATX 标准中要求的项目应该大部分都能测了。啊，不过在他把东西给我吐出来之前，现在的这一个独立的电子负载控制器软件还是会持续改进的。啊，后续会把之前使用的爱用电子负载的支持也给它加进去。我还留了一台双通道的给负12伏、5伏待机这些要求不高的线路使用，还有会加入 OCP 测试等功能。等完成之后，应该会将软件分享出来。我看了一下，有几个品牌的电子负载都长得非常的像。如果命令通用的话，那这个软件的适用场景应该还是挺丰富的。那么这次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啊！希望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次见，拜拜。